从奴隶成为农夫，又从农夫成为法警。几年的时间里，巴斯的身份几经改变，没有变的是经历了不公而渴望公平，体会到了苦难而同情苦难的一身正气。这份法警的工作让巴斯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价值，仿佛是命运为他量身定制的职业，他的最终归宿。妻子不断给家里添丁，转眼间这个家庭就成了7口人的大家庭了。巴斯微薄的薪水是否能维持住这个大家庭？这黑人法警的工作是否能一帆风顺？故事正在慢慢展开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继续讲黄石系列最新剧集《执法者巴斯里弗斯》的第4集。浓云蔽日，树林里一个小木屋忽然迎来了一个客人。这个从树林里走出来的衣衫褴褛的黑人，让住在木屋的老妇人非常警惕。此人言语诚恳，又熟读圣经，渐渐让老妇人打消了警惕。请进家一阵闲聊，老妇人抱怨自己有2个不省心的孩子。乔装改扮的巴斯很快得到了老妇人的信任，老妇人安排他去河边打通水。当他回来时，老妇人的2个儿子也回来了，他们一脸严肃地拿着枪把巴斯戏弄了一番。这2个壮汉简直就是2个被宠坏的孩子，一顿晚饭喝着酒，骂着脏话，临了还表演了一场醉汉斗殴，鼻梁都打碎了，一地鸡毛，等着老妈妈来善后。巴斯缩在一角，全程不敢出声，看着2人都倒地不起了，他才赶紧爬起来帮忙收拾残局。夜里，他搜出那颗失窃的绿色宝石，在夜光下端详。清晨来临，巴斯已经反客为主，持枪看着脚下2个宿醉的家伙。这场抓捕顺利地完成了，通缉犯均已到位，比利负责看守，抓到的人犯齐齐地站了一排，真是满载而归。巴斯和比利带着一众通缉犯在旷野露宿，就着篝火，一个犯人聊起了当年凶残狠毒的抓奴者桑丹。此人曾抓住3个黑人姐妹，奸杀后剥皮去骨煮成肉汤。哪怕到现在，桑丹的魂魄依然在这夜晚的旷野游荡，寻找他的下一个目标，说的大家后脊背发凉。而这犯人还不住嘴，干脆趁兴嚎叫了起来，惹得巴斯亲自让他闭上嘴。巴斯安排比利给大家朗读圣经，以驱赶这弥漫四野的戾气。珍妮从噩梦中惊醒，对丈夫的担心让她难以入睡。女儿萨莉体贴地安慰着母亲。在教堂里做礼拜，珍妮遇到了同为奴隶的好友埃斯米。好友的丈夫正是那个推销政治理想的男子，大家也都算是熟人，就一起吃了个午饭。这个叫埃德温的男人告诉珍妮，自己打算在这块荒凉之地建立一个黑人的自治天堂。珍妮认为这太理想化的想法根本没有办法实现，但对方显然没有发现这个想法有多么的海市蜃楼。这顿饭吃的大家并不愉快。深夜，一把匕首刺向巴斯，巴斯瞬间醒来，把这个拿着自制小刀的家伙胖揍了一顿。打完才发现，这正是那个讲故事的老黑人，而且他已经杀死了另一个金发的囚犯，还把那人的脸皮都割了下来。比利建议把这个疯子就地处决，但愤怒的巴斯只是赏了他一枪托。清晨，当巴斯收拾好一切准备上路时，几个印第安原住民找上来。一个名叫科敏的辫子男是巴斯的线人，他向巴斯透露，有人牵着几匹偷盗来的马到切克塔西边贩卖。从长相描述，巴斯猜到是塞拉斯·科布，当地一个著名的盗马贼。接着，科敏警告巴斯要小心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上了死线的悬赏名单了，而且赏金巨大。巴斯并不意外，他让科明也多多注意安全，然后拿出一些纸包的烟草递给科明，全当信息的报酬。晨光下是广袤的大地，巴斯调转马头，开始新的这个抓捕。他们找到一个人声鼎沸的酒吧，科布就在这个酒吧寻欢作乐。比利被一个爱读书的妓女吸引住了，巴斯让他在门外等着。他决定趁此机会先泡个妞，于是追着那个妓女求婚。
被人果断地拒绝了。Baby, I get married a dozen times a week. Hey, don't you want to know how it ends? Don't get yourself killed. Maybe we'll talk again. 巴斯从老鸨的嘴里得知科布所在的房间，破窗而入，抓住了他。科布狼狈地向巴斯提出，愿意用吉姆韦伯的线索来换取自己的自由。吉姆是个很难抓的通缉犯，虽然得到了消息，但巴斯并没有打算放走他。于是科布干脆破窗而逃。结果又在路上撞上了比利，被比利一枪打落。不忍看着中弹的人犯哀嚎，巴斯为他去找医生，可惜医生又被一个外科手术耽误了。当他们赶到时，科布已经去见了上帝。比利拿着一张记录科布临死前遗言的纸条递给巴斯，上面写着几句为自己开脱、哄骗妻子的话。对于这次误杀，比利为自己开脱，认为反正死者恶贯满盈，死不足惜。但巴斯认为，不论他身背多少罪恶，但他依然是个人。他的母亲为他认真挑选了一个寄予希望的名字。当法警喊出这个名字，这个人就成了一份责任。法警的责任就是确保他完好无损的、有尊严的被送到法庭接受审判。说着，巴斯从枪膛里取出一颗子弹递给比利，说：“把每一颗子弹看成一条生命。法律赋予了法警生杀大权，但上帝则记录着被夺走性命的每一枪正确与否。现在警徽赋予的身份和特权，在上帝的审判席上不会作为无罪的证明。所以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，但无法逃过良心的审判。”说完，巴斯把死者的靴子递给了比利。法警并不会因为杀死一个逃犯而少拿一份工资，但这个人犯却永远失去了活着面对审判的机会。比利回到那一车囚犯旁，黑老头看着那双靴子就开始取笑比利。法警的助手也堕落成了杀人犯，恶魔的帮凶，说得比利满心沉重。巴斯把科布的遗书送去他的家。没想到他的妻子是一个盲眼的女人，女人对丈夫的死并不意外。她拿出一个苹果给巴斯作为送信的感谢。巴斯一瞬间无法读出那封充满欺骗的信，于是哽咽着把想对妻子诉说的话说给了女人听，言语间充满了感叹生命的艰难和对妻子的不舍。不管女人是否相信这是她丈夫的信，但至少这份真诚告慰了两个不安的灵魂。送完信的巴斯独自带马儿在河边喝水，并分享那个苹果。忽然山坡上出现一个黑影，巴斯警惕地拔出枪，那个人就策马消失在黑暗中。难道真的碰到了在荒野游荡的桑丹的魂魄吗？好的，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本剧是每周更新，现在更新到第4集，我们会追更本剧。喜欢本剧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以免错过观看。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